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11号，比特币昨天又创出波段新高。那这一波上涨，粉丝朋友听我多单的建议，是不是都在吃肉？不管你是在15000买的筹码，还是16000买的筹码，希望朋友们全部给我抱住哦，因为我估计这一波上涨还是会有高点。不然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波目标到底会看到哪一个位置，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朋友们提到，这个上影线并没有空方的败下，它这个大量很健康哦，你可以去回顾昨天的视频。当然我也是希望有一些空方的朋友，它这个价格能不能打回来，让一些空方的朋友再上车。很多朋友听不进我的建议，15000的时候你也不敢买，16000压回的时候你也不敢买，甚至在1月6号的时候，我也是希望你如果真的还站在空方的朋友，你应该要转变思路哦，在这个位置必须要做追加的动作。那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聊一下，现在有发现有几只大金鱼，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什么，他们也在看图形啊，就是在这一个位置追价的这个比特币，我估计可能还会有高点。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目前比特币跟以太坊 KD 指标是在80上方强势钝化的结构，如果去比对历史上几个重要的上涨，这一波行情到底会看到哪一个位置？布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20%。那么先来看一下比特币，可以很明显的观察，它这个矩形其实早在这个位置都要开始突破。当然我画的就是这个区间，过的话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看这个高点。那现在看空间上涨的目标，昨天有跟大家提到，这个矩形过的话会不会翻一个矩形？短线的朋友你就观察这个$17800附近，也就是这个高位区哦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个高位区，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一个压力区。那还有一个目标位，我更早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？就整个比特币大长线，如果我们去观察整个熊市，什么时候有见过它黄金比例反弹或者是上涨 0.382？22年的1月份这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下跌，它都能反弹 0.382。 那我前面是跟很多朋友讲，这一波你不要往下去看啊，有可能就是会上来的话，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，有没有可能从22年的3月份这边开始算，48000开始计算的这个高点，你拉下去去观察，它至少应该也会来一个 0.382 的一个上涨吧，能不能去28000？当然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个28000，只能后面来印证啊，也是跟大家讲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们就单看这一个矩形，它这个矩形其实破位也不想再往下崩啊，所以有可能这整个区间全部都是主力的吸筹区，就是这个18000破。如果真的能过，就类似去年在高位的时候69000，当时跟大家讲到的一个观点，这种矩形它破位，如果能再回到这个矩形里面，这个矩形之前的这几个高位不重要，如果能回到这一个18000，估计这个25000都会过。所以还有一个高点，中线的朋友你就去观察28000有没有做空的点位，这是中长线的一个思路。但是短线的一个思路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，这一次小矩形突破，你去看一下18000附近有没有一个压力区，到时候到底会不会进行一个震荡啊？那另外还有一个观点，就是为什么看28000，主要就是去年在高位的时候不是给大家逃顶逃过去嘛，21年的11月份也是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，这边是有一个矩形的结构，或者是画大一点嘛，就是这个矩形啊，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这边就是一个区间，它这边区间整理的位置感觉突破这个高位，但是你不能回到这里面，回到这里面那说明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多方的陷阱，当时是给大家掏顶掏在这个69000的高位，我后面也是有一笔空单是做在这个位置，不过没有一直报到15000或者是报到20000。另外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就1月6号的时候，为什么希望大家追加？你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做追加的动作，因为就是有预期，昨天视频提到的一个知识，这个哈根阿西的指标，它在这个位置我是估计6号左右应该要转绿了，所以希望朋友们你要进场去做追加。当然我不知道很多空方的朋友有没有听我的建议，你在这个位置敢追吗？你不敢追那也没办法，金鱼已经是追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链上钱包的排名，其他的交易所我们就不看了，我们就单看最近1周左右有大举流入
就是在买入的这些比特币巨鲸哦，这个62名的是1周左右是买入了13000多枚。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时间哦，它的时间是在1月4号，这边流入了13800多枚。那还有一个地址是，还有一个是在68名的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两只巨鲸买入的一个时间点。刚刚这一只是在4号买的，是不是买的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它有转到这个钱包，估计应该就是在买吧，而且是量也是非常的大哦。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68名的这一个，它转入的时间是在1月7号左右啊，所以人家也是非常巧妙，就是在这一个区间转入的。那这一波上涨的目标，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目前的指标啊，日线级别里面比特币 KD 的低值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我们拉进来观察一下，就这个位置啊，它这个低值已经是进入80上方，而且量能是非常的漂亮，一直在配合。当然前面低档都跟大家讲，这边是有多方的量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一次 KD 的低值，你去回顾一下什么时候它有进入80上方，半年多以来从来都没有进入过80上方，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这一条就是80。你观察一下这一个黄色的低值，哪一次有进入到这个80上方？我画的并不是很标准啊，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几个位置，比如说22年的4月份、3月份左右啊，就这个位置它有一次是进入80上方，就这个位置哦，我们可以拉进来观察一下，当时进入80上方，它的位置是接近这个位置啊，所以后面还会有高点。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历史上还有哪几个位置。当然这一次进入80的时候，这边是有一点失败啊，不过也有高点啊，后面是压回来。那其他的位置一般很少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很少会进入80上方，有可能事隔2到3个月才会有这么一次，或者是去年的呢，21年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进入80上方，后面就是非常强势的一波大涨，在这个位置啊，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这边进入80上方，那是不是一波很大的一个上涨？行情非常大，所以我估计这一次有没有类似这种级别的，当然我们要一步一步来观察，压力位18000到底能不能挑战？包括其他的币种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以太坊。以太坊也是一样啊，现在早在前几天都已经进入80上方，现在是连这一个矩形感觉都已经过了。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这个位置到短期能不能震大，我也不清楚。反正我的观点是，你有做对的多单，全部给我抱住哦。因为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KD 的低值，黄色的这一条线进入80，到底会不会有压回？我也不确定。有压回，你应该要找机会继续买。如果你真的还有资金，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它几个位置，一般80上方有些位置都是这个位置是失败的，那这个位置是没有啊，这个位置是只进了一点点，然后就掉头转折。还有哪一些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？一般很少啊，比如说今年的3月份，也是22年的3月份，就这个位置啊，它进入80的时候，我们拉进去观察一下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这不是一波上涨。那还有以前的一些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去年21年7月份，当时这个位置以太坊突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拉近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啊，进入80，行情这么大。还有狗狗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狗狗币目前估计还是在震荡，它目前的一个主要压力位就是这一个 K 线的上沿附近，也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一半附近。我们目前就按这一个矩形来对待，短期到底能不能突破矩形？当然我的观点是应该是也有可能啊，因为比特币目前这么强势的情况下，很多市场的主力他根本就不想寂寞，包括这个柴犬币啊，昨天也是大涨。当然现在很多品种猜不准哪一个品种会轮动，因为昨天也是有朋友在问柴犬币的话，如果还想再买的话要怎么做？我的观点是你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个位置啊，就这根 K 线的一半附近，这边是有一个支撑区啊，可以画高一点啊，这根 K 线的一半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